我小伙伴们看，中期选手，刚刚毕业的香根选手，最后那位先生。トップランナー。トップランナー。哦，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刚才那位先生5000米13分多。哎，大家伙早喽！8月9号星期六，又是周六早晨，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一起跑一个10几公里，最多夏天不会超过20的配速跑。我估计我今天还是15公里，按照我自己的节奏，又是带了今天是有糖电解质的粉末，麦生的那款冲水。就这边的水管子，如果您来这边玩想跑步，就是除了标记指明不能喝的，就是都是能喝的。卫生间的那个洗手的水龙头应该也可以。大丈夫ですか？頭は大丈夫ですけど、ちょっと。穿白衣服这位先生是大约1个月前加入我们周六的早训练。全程马拉松2小时32，是要去那个福冈国际马拉松的那个比赛的报名门槛是235。我记得上周六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故事，后来我给忘了。就那位先生那天在工作的时候，突然好像摔了一下，把脑袋这儿摔破了。刚才问他怎么样，已经没事儿了。周六的训练就把水放这儿，这一壶差不多从开始到跑完差不多能喝到这儿，然后跑完以后再去接满就可以。这个有糖这电解质的甜味还是很明显的。我一般这一壶喝1多半，接满一壶，再喝1多半，再接满一壶，还有味儿。像我觉得周六还是集体跑一个配速跑对我来说更有帮助，所以在周六的强度下，我现在这个天气跑不了30公里，也不是说跑不了，跑完以后消耗太大。最近有一个对训练的反省，差不多最近2周我的可能强度上的有点多，导致什么呢？导致睡得不好。已经连续好几天睡得不好了。这睡眠这事儿是这样，就是如果你偶尔有一天失眠，或者说比方像你赛前这一天没睡好，其实问题不大，没什么影响。包括倒时差，你看我当时的突破是在纽约马拉松，那正好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的时差，也没事儿。但是如果你要是连续几天都睡不好的话，就会有点影响。我今天就感觉有点影响了，最近几天基本上睡眠都是在7个小时或者以下，然后睡就时间看其实还行，但是会有入睡困难和早醒，得调整两天。今天这个强度上完，到下周3之前争取不上，或者说一定不上大强度了。加油！今天是这个布鲁克斯龙卷风5，这一代和4的脚感有比较明显的区别。4代的时候是那种特别就路感更强烈，然后更清脆。这一代呢会比4代，就像那天分享阿迪的 Pro 4我说的，会跟4代比，它的弹法感觉不一样了，它变成了更偏向韧弹的感觉。今天是第一次穿它跑一个匀速有距离的配速跑，上次穿它的时候还是周3的合练，好像是12个400还是5个1公里，我不记得了。今天看看它表现怎么样。小伙伴们看 Meta Speed Tokyo， nice。前2天去新斋桥那边吃午饭，去 Essex 那个店里摸了摸，好轻啊！就刚才那双新的 Meta Speed， 之后参加了那个瑞那双鞋的抽选，8月12号公布抽选结果，抽中了就可以买。怎么样？今天状态好不好？今天状态比上周差点。这周累吗？对。来吧，开始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
1公里3分54。小伙伴们看，中期选手，刚刚毕业的乡镇选手，最后那位先生，すみません。哦，上1公里3分45，我最后1公里。哎。我比他们多了500米，原来我喝水没停。最后1，来到。到了3分18，很可以哈。中西先生好像碰见了熟人，我比大家多跑了，可能不是2个就是3个这个转盘。他们停下用冰桶，我直接跑。这又是一队训练的人，还看不清衣服上的字，看也很精那样子哦。是那个这边那能量胶，哦，very fast， 哎，ありがとう。藤冈先生太棒了，这1年就我们每次训练，藤冈先生都特别的尽力，特别棒。哦，他们还有一个小桌，看，现在这水差不多喝了这么多，然后吃了一个能量胶，没有咖啡因的，普通的100千卡，这水喝了一半，差不多40多千卡，30。所以这一场补给130千卡，然后出来之前，我今天吃了一片就那种特别薄切的白吐司，大概是90千卡，也就是说，从早上起来到现在的摄入是200多一点点。这20公里加热身的3公里，差不多有1000多千卡的样子。我先存一下。那今天就不能说一尽全力，今天就是很困难，一共有10档，我是第8档。
然后感觉如何呢？就是累，不能说是很累。接水。这凉快几度就是不一样。这个，我觉得节气这真的是挺神奇的。你看，刚贴完秋膘就凉快了，去鸟贵族贴的秋膘。因为弄红烧肉确实是太热了，吃不动。哎，他们出发了，快走两步去看看。刚才路上碰见2位，应该是观众在跑步，我跟这儿稍微缓一缓，看他们还回不回来。明天约了观众，明天早晨6点半在这儿。我看这位要起跑的女士好瘦啊，这也就不到80斤，就是不到40公斤。那黄衣服那位女士小朋友呢？感觉，哎，他们回来了。トップランナー。哦，啊，こんにちは。啊，こんにちは。我要出发了。刚才那位先生5000米13分多。再次套我2圈5000米，我5000米还没有在正式场地上被套过圈儿，对，而且其实那天的1500，如果我跟我那组有快的人的话，就被套圈了。那天那个民间1500第一名3分45，我4分40，对，他就套我圈了。他一圈肯定是在，也不一定55秒左右。他要是一圈能在55秒，他就套我圈了。来了！带劲！我们看看单圈数据啊，第一圈3分54，第1公里的心率145，第2公里3分54，第3公里3分56，第4公里3分53，第5公里4分02，第6公里4分02，第7公里3分55，第8公里3分57，第9公里3分55，第10公里3分58，第11公里3分59。第12公里4分01，第13公里3分59，第14公里3分58，第15公里4分03，第16公里3分58， 17公里3分55， 18公里3分47， 19公里3分45， 20公里3分18，可以哈。看整体的数据，20公里18分22秒，平均配速3分55，平均心率165，最大最后冲到186。累计消耗1129千卡，有氧效果 5.0， 无氧效果 0.7， 还可以步频206，触地时间188，左右平衡50.5， 49.5， 步速损失百分比 2.5%， 还可以，步幅1.24米，垂直振幅 7.6厘米，垂直振幅比 5.9%， 累计爬升64米，我们爬了4次，一次差不多16米。OK， 一会儿咱们再聊。又冷身了2公里，结束今天的训练回家。今天训练特别有感触。今天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说最近睡得不好，然后呢，一开始腾刚先生问我说他可能要跑20公里，我感觉也说的就是可能。然后一开始田先生说今天也挺累的，这段时间他们的工作比较忙。然后大家跑到10公里的时候，田先生跟我说，跑起来感觉不错。我说对，我跑起来感觉也不错。然后跑到13公里的时候，平田先生和腾刚先生就说，那要不然我们跑20公里吧。其实就是这样，训练互相的激励，互相的帮助，互相的带一带。正好又碰到了中西先生，就是那位箱根的选手，不知道现在还从事不从事专业的跑步运动。有时候高手就看着很普通的样子，但是我5000米套我2圈，那是什么感觉呢？不知道。这样互相一激励，天气一凉快，整个一下就会好起来。所以有时候我说我不喜欢秋天的比赛，也跟这个有关系。我特别怕热，就是有时候夏天的时候，有时候练的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就会丧失信心。
好多小伙伴说，一到夏天手表各种数也不对了，然后跑不动，特别焦虑。其实我也会，但是现在我是因为习惯了，就每年夏天都这样，我就不当回事儿了。所以差不多过了几个夏天呢，过了，一开始是意识不到这个事儿，因为一开始能力太差了，冬天夏天区别不大。然后后来呢，慢慢的呢，开始意识到这个事儿了，已经跑步7、8年了。然后等真正不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呢，已经跑步9年、10年了，就这么回事儿。马拉松这日积月累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说心里话，这周要上的会员节目，我跟大家会分享，我那一年马拉松从前一年11月的2小时56到第二年5月的2小时44，我的训练，那我已经拍完了。我回顾那训练的时候，感觉好拼啊！就是你人总是有这么一段时间是很拼的，就是你的上升期。因为有一期我的节目说那个弹簧，拿弹簧举例子一样的，像我看到我们跑团的小伙伴们这2年有几位都是就一下就这一年特别努力，然后马上就能看到很好的效果。马拉松训练就是你得想办法更远更快嘛，对吧？那你这次训练你跑4分配速15公里，下次试试能不能跑20公里。当然不一定是下次，我说那下次可能就是这么练1、2次之后，1、2个月之后，对不对？行吧，虽然已经立秋了，但是今天应该算是这个夏天以来第一个我们周6的训练，这样跑到20公里，还是很开心的。差不多如果天气不再很明显的再热起来的话，可能未来就都是15、20这样跑了。然后在天气凉快的时候，可能就是20、25，然后到冬天赛季之前，可能就会有30。加油吧，加油吧！也好久没说那句话了。我记得以前夏训、冬训的时候，我老说，其实我总跟自己说，夏训的时候努力，顶一顶，到秋天的时候就会有好成绩了。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